你有信心在2回合内 KO 方便吗？有。注意看，退役多年的死神方便居然遭到了中国2米巨人的指名挑战，并且在赛前撂下狠话，声称要在2回合之内将方便打得当场躺尸。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妄想终结死神方便最引起为傲的59连胜？此人就是中国大级别领域的佼佼者董泰山，原名董建军。常年征战于国际擂台的他，早就凭借2米的身高和异于常人的体能，打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而无论是韩国巨人崔洪万，还是美国巨兽鲍勃萨普，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此次回国休养，没想到刚下飞机就收到了赛事方的邀请函。在得知对手是死神方便后，董泰山本想拒绝，但出场费后一连串的数字却让他根本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同时，已经退役了5年的死神方便看到邀请函之后，想都没想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让自己与2米巨人打比赛，还不如直接说想要终结自己的连胜战绩。要知道，方便的59连胜不仅是中国最高连胜的纪录保持者，还是他武馆宣传的招牌。最终经过赛事方3番5次的邀请和承诺，此次结果不计入职业战绩之后，方便才看在出场费的面子上勉强接受了挑战。一位是在国际擂台东征西讨2米巨人，而另一位则是有着59连胜的死神方便。这不仅是一场最强王者的巅峰对决，同时还是一场以小博大的精彩挑战。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人究竟谁能更胜一筹。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不知道赛事方究竟是出于何种考量，将这场比赛的规则定为了拳击规则，这让本就身高不占据优势的方便想要赢下比赛，简直是难于登天。再加上已经退役5年的方便很久都没有登上擂台打比赛了，所以看似这是一场巅峰对决，但其实却是方便的死对头给他下的圈套。毕竟两人的体型相差过于悬殊，几乎没有人相信方便能挑战成功。然而方便作为自由搏击领域的老大哥，之前所对战的不是世界冠军就是世界第一。虽然董建军有着2米身高，但却根本不是他退缩的借口。就有机会呢，在游戏内领取最高888元的现金红包。各位老铁们，中奖率是100%啊！只要你下载创建角色，就能够领取红包，最少都有1块钱，2块钱就能够提现了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董泰山啊，在第一回合其实并没有出过太多的动作啊，这完全处于在试探啊，也不敢轻易的出拳，怕这个防守的漏洞被方便给发现啊。所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回合处于试探的一个状态。我们本场比赛总共有5个回合，每个回合有3分钟。那么我们方便1.85米的身高，此时在对手的面前就像孩子一般弱小。反观董泰山也是人如其名。庞大的身躯就像是泰山一般，让人根本无法跨越。不过双方毕竟都是为了金币而来的，自然要给对手保留一丝颜面，不会痛下死手。此时方便一直在用灵活的步伐寻找进入对手内围施展拳脚的机会，奈何在董泰山超长的身高和臂展下，想要得逞谈何容易，甚至可能自己稍微一个疏忽就会吃到对手的重拳袭击。所以方便如果想要拿下这场胜利，就不能用常规的战术来进行对峙。这个差距真的太明显了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身高，其实臂展越高啊，他这个其实是占优势的啊，因为他这个内围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些。是的，身高越高，它的臂展越长。那当然呢，身高高的话有一个劣势，就是它移动起来会比小个子的更加的困难，更加的吃力。所以在体能上面，对于身高高的拳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我们知道这场比赛有5个回合，这个连续的前次的一个点拳啊，5个回合啊。那我们的泰山能不能支撑完5个回合呢？这是一场3分钟5回合制的比赛，所以对双方的体能和心态都是一项不小的考验。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方便完全没有一点胜算，至此不少小黑子都紧盯屏幕，想要寻找他的把柄。奈何征战了擂台多年的方便却从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反观董建军，虽然常年在国外打比赛，但在人情世故这一块还是非常有经验的。俗话说，砸人饭碗犹如杀人父母，所以两人都非常有默契的用游走拉扯来拖延比赛时间。泰山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效率是非常低啊，这个虽然会有一些的前刺拳的动作，但是这个命中率是非常的低啊，因为他这个动作幅度比较大。好，第一回合结束。看到的这个董建军，他身高有2.13米，那他也是被称为中国泰山，也是中国最高的拳手。他是中国职业拳击的运动员啊，是职业运动员。那么他曾经练过摔跤、练过柔道、练过散打等专业格斗的技能。多项搏击技能加深，再加上几十公分的身高优势，这让董建军想要赢下比赛，简直比喝水还要简单。不过方便不仅是中国的搏击一哥，还代表了中国搏击领域的最高水平。
所以董建军不得不放些水来，多给方便一点施展的空间。反观散打出身的方便，对中远距离则控制得非常好，连续的步伐压制和虚晃的拳头试探，也是让董建军一时间难以招架。甚至从比赛开始到现在，董建军拳头精准命中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然而方便却凭借游走战术拿到了不少的有效点数。很难，但是呢，这个董泰山呢，他也不是太好打，因为对方呢，特别的灵活啊，特别的灵活。这一场比赛真的是非常有看头啊！方便身高184公分啊，董泰山身高211公分，两位呢都是非常厉害的顶尖级的这个拳手运动员啊。也可能只有在散打哥的搏击秀的活动现场才可以看到两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出现在一个比赛现场。是的，因为这是一场拳。第二回合几乎过半，但两人却并没有展开过于激烈的拳脚互换。如果换作是一般人，那董建军绝对会仗着自己的身高优势瞬间结束比赛。奈何方便灵活的打法战术，却让他根本就摸不着头脑，打出的拳头不仅命中不了对方，甚至还有可能吃到对手的防守反击。所以这场比赛最好的结局就是通过点数来进行判定，毕竟 KO 任何一方都里子和面子上都说不过去。按照两人现在的攻势来看，方便凭借精准打击拿到了点数优势，既能不对对手造成身体伤害，又能给花了高价的网红一个交代。主播啊，所以没有关注散打哥的各位老铁们，关注一下我们散打哥，加入粉丝团，我们红包不间断啊，红包不间断，精彩不停，赶紧关注一下散打哥。真的，我看到现在真的两位真的太难打了啊！这真的太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速度，这就是速度和力量的对决。3、2、1，啊，这一回合结束。好的，开。好，第3回合了啊，这个双方的一场拳击秀。输赢不计入对双方的职业战绩。经过前2个回合的试探，双方对彼此的实力和打法战术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一直在游走拉扯的方便，在拿到有效点数的同时，也掌握了比赛的节奏。而被牵着鼻子走的董建军则表现得非常被动，不仅没有任何发起进攻的机会，还会时不时吃到方便丝滑的小连招。但无论方便施展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都不能对对手造成一点影响。如果是综合格斗的比赛，还能通过锁技完成以小博大的终结，而在拳击规则下能以点数获胜，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好的，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老铁，记得要关注散打哥的快手号，加入粉丝团。那么我们每一次会发50万的红包，每一次会发50万的红包。另外呢，想学习搏击的也可以关注一下中国搏击自由搏击运动员方便的个人快手号，可以报名啊。好的。欢迎各位老铁，我跟各位老铁说啊，待会儿我们还有我们的将近3个回合的对拼，让两人的体能都出现了不小的问题，而方便也时不时的通过拥抱来缓解对手实施的压制力。本来以为这会是董建军的单方面碾压，但实则方便却将自己体能的劣势转化为了灵活游走的优势。反观体能庞大的董建军，不仅体能下降得更快，还完全找不到出拳的机会，只能用步伐移动来起到压制方便的作用。实际上却根本打不出一点主动进攻和防守反击。要知道，方便代表的可是中国搏击的最高水平，岂是一个巨人就能轻易击败的？每出一次拳，他必须是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出拳，要不然如果他没有把握，出的是空拳，那他的力气就白使了啊！因为对拳手来说，拳场上的体能消耗啊，体能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到底我们的董泰山能否坚持完5个回合啊？对他的身高这么高的一个拳手来说，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好，3个回合结束了，最终方便成功以点数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死神方便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